宝没想到自己居然被竹子绑架，自己的耳朵被挟持了。辉宝看到后，立马给姐姐报仇，让你欺负我姐姐，看我不把你咬碎！瑞宝挣脱出来后，还是不服气，又跟竹子打了一场，给竹子重重摔下了小亭子，然后接着逃走，跟爷爷告状。因为瑞宝也摔疼了，替姐姐解决完事情的辉宝转头就去休息了。辉宝是在梦里梦到吃小苹果了吗？这么沉醉，姐妹俩的花活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一会儿，瑞宝想休息一下，结果又被爱宝偷偷咬了屁股。瑞宝不服气，就开始反抗妈妈。就在爱宝和瑞宝玩得正起劲儿时，宋三岁出现了。宋三岁拍手示意爱宝该去室外营业了，爱宝才不去。爱宝将头埋在瑞宝怀里，假装没听见。瑞宝一边跑一边说：“妈妈不想去，那我替妈妈去。”瑞宝想跑，但根本逃不出爱宝的手掌心。爱宝紧紧咬着瑞宝的屁股，瑞宝越挣扎，只会被爱宝咬得更痛。江爷爷常说，爱宝在跟孩子们玩耍时，也是在教他们自卫的。一会儿，爱宝感觉上来了，去到了小亭子一旁产青团。瑞宝没看到，被妈妈的产青团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直接爬上小树。瑞宝在逃跑躲避危险时，从来不会回头，因为回头只会耽误自己逃跑的机会。只有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后，才会回头查看刚才发生了什么。瑞宝看到原来是妈妈在产青团后，立马过来趁机报复妈妈。通过瑞宝四脚朝天的姿势，能看出瑞宝真的在很卖力的报复爱宝。而这时爱宝也累了，不想再跟瑞宝折腾了，想睡觉了。瑞宝这里却感觉无聊了，本来想跑走等妈妈来追的瑞宝，结果看到妈妈不来追，自己掉头走了回去。眼看妈妈不理自己，最后去找了南川宝跟自己玩。南川宝在园区妥妥受气包形象，谁不开心了都可以过来打2拳踩2脚。今天的南川宝又承受了瑞宝的棍打。瑞宝他在去往室外园区的通道门口念叨着：“爷爷不是说好了过完生日就可以去室外园区了吗？怎么还不放我出去？我现在都已经1岁零2天了，已经可以出门玩耍了，我都等不及了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出去啊？”辉宝眼看自己的呼喊根本不起作用，转头来到了关景竹旁，对着关景竹发泄了一番。关景竹宛如宝家的一个年迈的管家，默默承受着宝家大小姐们的脾气。爱宝为了安慰辉宝，表示让辉宝跟自己过来，自己带瑞宝去吃好吃的。辉宝跟着爱宝来到了小亭子上，刚才江爷爷趁爱宝和姐妹俩不注意，来到园区放置了许多的大竹笋。爱宝大方的给了辉宝1整根竹笋，让辉宝独自享用。一会儿，无聊的瑞宝从树上滑了下来。瑞宝没有去打扰妈妈和妹妹享受美食，而是自己来到了小汽车前，给掉落在地上的车标捡了起来，抱着气啃咬着。辉宝看到姐姐过来了，也没有了吃饭的心思，抱着小亭子的护栏从上面翻了下来，来到小车上和姐姐一起玩耍。自从有了小汽车后，姐妹俩的生活变得不再那般无聊。看瑞宝惬意地躺在小汽车上，这一举一动都是人模人样的，一整个被气可爱住了。这次爷爷们对小车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，防止姐妹俩钻进小车的车舱里面后出不来，以及防止姐妹俩爬里面后睡着了。姨姨们来到园区找不到姐妹俩在哪，宋爷爷在中间固定了一根木头，这样姐妹俩就钻不进去了。晚上下班点到了，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直接二话不说从小亭子上下来，直接走回了家。瑞宝今天心情不错，看到妈妈回家了，自己也乖乖的跟了上去，从小车里爬出来，头也没回的走进了通道门口。而此时辉宝在树上睡得正香。很快宋爷爷走了进来，宋爷爷刚进门就发现小汽车好像又被姐妹俩弄坏了，不过这都不重要。宋爷爷来到树上试图叫醒辉宝，辉宝听见声音后转头看了一下宋爷爷，宋爷爷走上前进行爱的谈判。这次的谈判是失败了，宋爷爷跟辉宝摆弄了半天也没给辉宝弄下去。最后宋爷爷摸了摸辉宝的小嘴巴，掩饰着自己的尴尬。辉宝丝毫不给宋爷爷面子，甚至站在树上看着宋爷爷说：“宋三岁，你还想继续吗？不服再战。”宋爷爷沮丧的离开，跑去找江爷爷诉苦去了。很快江爷爷便来到园区，看看谁欺负了宋三岁。哪知江爷爷还没出手，辉宝自己就从树上爬下来了，甚至还主动的走向了江爷爷。江爷爷先是假装冷落辉宝，跟辉宝玩起了欲擒故纵，越想要就越要克制。等辉宝感觉自己受到冷落时，江爷爷这时候再出手，辉宝便会乖得不行。就这样，辉宝被江爷爷轻松拿捏，被爷爷抱回了家。终于又见到江爷爷来收熊了。江爷爷再不出现，又要被人认为是在来中国的路上了。昨天江爷爷收熊时，给通道门刚打开，
瑞宝便激动的要跟妈妈一起回家，甚至还不小心从小亭子上下来时摔了一个大屁股墩。不过瑞宝表示没事儿，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就跑了回去。辉宝这里正在小树上睡觉，因为上午时辉宝在园区里玩嗨了，上午妈妈和姐姐都在各自休息，唯有辉宝自己在努力营业。辉宝这里来到了窗前，跟姨姨们来了一场粉丝见面会，自己躲在草丛里打滚欺负南天宝。数颗南天宝没有一颗能逃过辉宝的破坏，给通道门口的南天宝破坏完后，辉宝又来到了妈妈的小屋。虽然爷爷种植的芋头苗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但是一直没有见着，甚至越来越稀疏了。辉宝给园区各个角落的小草都破坏了一遍，一整个精力无法释放，甚至还尝试了一下攀爬爷爷用竹子包裹住的小树。看辉宝攀爬的这2下，感觉辉宝再长大点，手臂的力气再大点，真有可能会爬上去。到这里，辉宝也折腾累了，爬上了小树，和姐姐挤在了一起。辉宝就这样一睡就是1下午。瑞宝和爱宝走进通道门后，发现爷爷没有给里面的门打开。爱宝带着瑞宝又走了出来，看看什么情况。江爷爷本想将带辉宝的工作寄希望于爱宝身上，但是爱宝跟爷爷拉扯，最后只见江爷爷给通道门口关上了，自己走出了园区。看来这次的拉扯是爱宝赢了。江爷爷来到园区，辉宝这里也醒了。江爷爷先是给小树上的竹子拿走，辉宝看爷爷来了，二话不说，立马摆出防御姿态，调整到一个爷爷给自己抓不到且摘不下的位置。江爷爷没有宋爷爷那般执着，眼看辉宝铁了心不想下来，扭头就回去。江爷爷这里也是有小情绪的，最后江爷爷还是希望寄托在了爱宝身上，又将通道门打开，把爱宝放了出来。现在2个爷爷已然没有了收服宝石的那种激动的心情，现在每到了难以收熊回家的时候，便以自己的腰疼为理由，将收熊的任务交给爱宝。果然白月光的待遇只有1次，更何况福宝还是稀有的美拉德色系。今天想跟着妈妈一起回去午休的瑞宝，让爷爷发现后被无情的推了出来。宋爷爷试问辉宝，说好的就算下班也不回家的呢，现在怎么了？我们还没下班就往家跑了。被说脸红的辉宝抱着爷爷的大腿撒起了娇，而一旁的瑞宝眼看妹妹被宋3岁欺负，跑来帮妹妹合力攻打宋3岁，真是姐妹同心。而辉宝趁姐姐帮忙的功夫，自己又偷偷溜了回去。宋爷爷看了无奈的摇摇头，心想怎么这么多饲养员，姐妹俩却偏偏爱欺负自己呢？宋3岁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无奈的宋爷爷只能再次用竹笋去引诱通道里的辉宝出来。辉宝之所以能长这么胖，确实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看到大竹笋后，就忘记自己原本的事情了。宋爷爷给辉宝引到一旁后，赶紧回去给通道门先关上。给门关上后，宋爷爷又回到了园区，给瑞宝丢在地上的竹笋捡了起来，顺便记录了一下瑞宝此时的样子。宋爷爷拍视频不一定是为了制作节目，更多的是记录瑞宝和辉宝成长的变化。等下午下班时，辉宝也没忘记给妈妈用手活。现在辉宝已经摸清了妈妈和爷爷的工作规律。辉宝看到妈妈在通道门口站了一下，就知道妈妈是让爷爷给自己开门回家，于是辉宝便悄悄躲开了，等待爷爷出来。这让宋爷爷都不敢开门了。宋爷爷悄悄开了一点门缝，看辉宝在不在门前。辉宝听到一点声音后，就立马跑了过来，让爷爷别躲了。爷爷，你躲什么？快出来吧！你出来，我肯定不进去。辉宝在跟爷爷们玩耍时，这熊小鬼大的模样是最吸引姨姨的点。爷爷陪宝家成员的玩耍，经常让他们看起来人里人气的。辉宝再次藏起来后，宋爷爷从小窗里看不到辉宝了，立马开门从门里跑了出去。辉宝没有去追爷爷，而是盯着房门在琢磨着什么。宋爷爷眼看辉宝没有追过来，赶紧转头回来将门摁住，防止辉宝给门打开，自己跑进去。前几次辉宝自己开门回家，真是给爷爷们吓到了。辉宝眼看自己的小心思被看穿，则一脸不服地扑向爷爷，让爷爷不要多管闲事。